当 MC 添加了天空之城，众所周知，村民里面有一个职业叫做制图师。这个制图师的话，可以和我们交易一些非常珍贵的地图。我们可以使用这些地图寻找到灾厄村民的林地府邸，或者找到隐藏在大海中的海底神殿。而当他的等级被解锁到了大师之后，他就会卖我们一个更加神秘的物品——悬浮石。那这个悬浮石有什么用呢？首先我们在拿着它的时候，右键一下我们的身上会突然射出一道光束，并且我们会获得一个缓降的效果。这个射出去的光线的话，它是会一直存在的，好像要把我们引领到什么地方去一样。就算我们转换方向，它都是会朝着一个方向射过去的。OK， 那我们也不卖关子了，这个其实是一个引领我们前往天空之城的指路石，唯一获得的方式就是从这个大师的制图师这里交易，价格非常的昂贵啊。然后它的生成位置的话，至少距离我们出生点有10000格，在10000格里面都是不会生成的，平均也要每8000格才会生成一次，最小是48000格，所以说这个天空之石出现的几率还是非常小的。然后我们用指令带大家过去看一下吧。这个天空之城呢，通常生成的位置都是在天上。你们可以看到，我现在这个激光已经在往天上射了，因为我们距离这个天空之城的距离已经非常近了。天空之城就是我们头顶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光束正在非常准确的直往这个天空之城的中心。然后这个天空之城一般都是生成在这种海洋的区域，可能是为了防止它不小心砸下来，把底下的村民给砸死吧。来，我们上去看一下这个天空之城上面都是什么样子的。OK， 这个上面好像一个巨大的城堡啊，好像是已经破败被遗弃了一个天空之城，到处都是杂草，这边有一些南瓜灯，然后还有一些小动物。然后我们再往上看一下，在这个地方还有一小片花坛一样的地方，然后周围的话有很多小房子，最中间有一个大房子，大房子的中间有一棵树。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个小房子里面有什么吧。对，这里还有一些铁傀儡。OK， 然后我们进入这个旁边的这些小房子，这周围有很多个小房子的，这个小房子的装饰还是非常不错的。哇，这个顶上的灯装的太好看了吧，我的天！然后中间有一个箱子，箱子顶上有一整个下界合金块，然后这两边有2个按钮我们可以把这个下界合金块给顶开，然后我们就可以打开底下这个箱子了。这个箱子里面有4个信标，还有4组的铁块加上一个鞘翅，天哪，直接发大财！4组铁块。然后还有其他的几个房子，这个2号房子好像是一个养鱼的地方，里面有一些小河豚。然后这个角落里有一个箱子，哇，这个箱子里面有一整套的下界合金装备，哇，天哪，全是保护4的属性加上一大堆附魔，太变态了这个装备不愧是要找10000格才能找到的这个天空之城。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的地方，这个地方有点破败了，中间还有一些蜘蛛网。然后在这个箱子后面有2个陷阱这箱子后面有2个陷阱。这个好像这不是一个陷阱箱，那应该是后面有一个什么检测装置，我们把东西拿掉之后它就会识别。然后这个里面有很多绿宝石块，再加上下界合金锭，然后还有一个鞘翅，还有一些信标和超用核心什么的，把这些东西都拿了。OK 这个地方是有很多他们喷射出来的这个伤害药水，不过砸在我们的头顶上，我们只要蹲着就不会受伤了。撤了。然后我们去看下一个房间吧，总共的话应该是有4个房间然后这里的话也是一个不知名房间，然后在这个底下藏着一个箱子，我们可以把它打开，然后里面可以拿到一些绿宝石块，还有火山壶，还有鞘翅总共就是这4个房间这4个房间里面的东西感觉都够我们一辈子使用的了。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巨大的岛中间看看，在顶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岛是由一个玻璃覆盖住的，不过这个玻璃已经被这个巨大的树给顶穿了。然后我们从大门进去看一下吧。刚刚我是看到这个里面有一些苦力怕什么的有铁傀儡还有苦力怕，这里面可能是因为太暗了所以刷新了一些怪物这铁傀儡还不少这里有2只铁傀儡对，这个木头的中间的话是没有其他的东西的就是一个单纯的巨大的树。然后在这个树的底下还是别有洞天的，底下是一个空心的地方应该不说是树的底下吧，应该是说这个岛的中间，岛的中间有一个巨大的空心的地方然后这一部分的话，作者说在这里留了很大的空间，把这个想法留给观众让观众给他们提意见他们会在这里面添加更多的东西。那观众朋友们这样一个巨大的天空之岛，你们有没有什么比较适合它的创意，可以用来填满这一大片底下的空间？现在这底下的空间由于没有放东西，都刷满了怪物，等到时候填下了东西之后，这个底下应该也会非常好看。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地方之后，把它当做自己的根据地，还有铁傀儡可以帮我们防守，非常的不错
OK，那么我是小豹，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